无论纱窗多脏多黑，不要再用清水洗了。保洁阿姨教我这样清洗的，不用拆也不用卸，纱窗就能焕然一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如何清洗纱窗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又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了，也是很多人最头疼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清洗纱窗。住楼房的纱窗是特别难清洗，纱窗表面有很多灰尘污渍。如果纱窗清洁不干净，我们开窗通风时，纱窗上边的污渍就会跑到我们房间里。特别是我们刚拖完地，纱窗上的灰尘污渍吹到地板上，整的地板都非常脏。就在前几天，有一位保洁阿姨来我们公司打扫卫生，我就问保洁阿姨，纱窗如何清洗才能清洗更彻底呢？保洁阿姨教了我一招，说不用拆卸就能让它立马焕然一新。下面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清理纱窗之前，先要调配一个清理纱窗用的清洁液。首先往盒子中放入牙膏，牙膏的长度大概控制在5厘米左。接着往里面放入食用小苏打，小苏打有非常强的去油去污能力。再往里面挤上一点洗洁精，再准备一些白醋。将白醋少量多次地倒进盒子中，由于盒子中有大量的小苏打，遇到白醋之后会转化为泡沫，而这些泡沫既粘稠又浓密，非常适合清洁东西。用废旧的小牙刷将其混合均匀，多搅拌一会，尤其是这里面的牙膏属于半固体的形态，用它和小苏打搅拌均匀之后，一会儿会更加容易溶解。多搅拌一会，就会形成大量的泡沫，而这种泡沫就可以附着在纱窗上。清理纱窗的时候，如果直接喷洒清洁液，那这些清洁液是很难附着在纱窗上的。而如果换成这种浓密粘稠的泡沫，就可以紧紧地附着在纱窗上，并且清理掉里面的污渍。把里面的污渍溶解掉之后再清理，就更加简单方便了。口罩表面的无纺布非常的柔软，并且又带有一定的韧性，而这种材质用来做清洁工具可是非常好的，既可以很好的清洁，又不会损伤纱窗表面。口罩两边的挂耳绳剪掉之后，中间的鼻托这根铁丝也要给它拽出来。接着我们需要拿出口罩去清理家里的纱窗了。我们家的纱窗原本是那种浅浅的灰色，现在看起来都是这种黑色，用手一摸，满是灰尘。家里如果刮风的话，这里面的灰尘就会被吹得满屋都是，我们将其涂抹在纱窗上。取出口罩，用口罩作为清洁工具，在上面使劲地摩擦一下，口罩表面非常的柔软，可以清洁纱窗，但是又不会把纱窗弄破。纱窗是一种塑料材质的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软，如果用比较硬的工具，特别容易将其损坏。仔细的擦洗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您动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多数朋友就比较好奇，为什么只需要拿手上小苏打和牙膏，就可以轻松将纱窗的清洁非常干净的？这是因为小苏打去污能力非常强，同时牙膏本身还有一定的清香味，而且它也可以增白。甚至它本身的去污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这样就会轻松将纱窗的清洁非常干净。随后我们直接用抹布擦一擦，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上面这些脏东西已经全部被软化出来了。大概也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我们把口罩拿下来给您看一下。现在这口罩表面已经变得非常的脏，
而这些就是附着在纱窗上面的一些脏东西。现在给它清理掉，下一次开窗通风的时候就不会弄到家里了。用小喷壶把上面的这些泡沫全部冲洗干净，家里那种可以加压的喷花用的小喷壶就可以用来清洗纱窗，清水冲过之后，这纱窗再摸起来，上面就没有那种脏脏的感觉了。这样擦完之后，纱窗基本上就是一个干燥的状态了。整个纱窗都擦拭一遍后，纱窗就清洁的差不多了，可以明显看到变干净了很多。我们再将抹布头洗干净，再次将纱窗擦拭一遍，把上面的洗洁精和白醋残留擦拭掉。这样我们的纱窗就彻底的清洁好了，不用拆也不用卸，一块纱窗几分钟的时间就清洁好，而且还清洁得非常干净。如果你不喜欢口罩清洁法，可以尝试另一个非常实用的妙招——报纸清洁法。报纸不仅能吸附灰尘，还能帮助清洁纱窗。用刷子蘸取清洁液涂抹在报纸上，让报纸充分吸收。然后将湿报纸铺在纱窗上，待报纸自然晾干后，轻轻揭起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纱窗上的灰尘和污渍几乎都被报纸吸附走了。这个方法不仅高效，还不会弄脏地板，清洁起来既方便又干净。大多数朋友都会选择在窗户上面安装一个纱窗，虽然安装纱窗非常方便，但是以后清洁起来是非常麻烦的，甚至还需要拆卸下来，而且我们以后还需要安装回去。如果家中只有一些老年人或者小孩子，或者是只有女士的话，这样的也是非常麻烦的。天热需要经常的开窗通风，但纱窗上布满了灰尘，这样就导致风一吹，灰尘就都被吹到了家里，使刚刚打扫了卫生的家具上又蒙了一层灰尘。说起清洁纱窗，很多朋友都是直接将它拆卸下来，然后放到卫生间里刷洗干净后，再重新安装回去。但这样太麻烦了，要是比较大的纱窗，拆卸和安装都非常的费力。而且有些纱窗还没办法拆卸下来，如果只是简单的用抹布擦拭一下，纱窗孔洞里的灰尘根本清洁不干净。其实清洁纱窗没有那么麻烦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清洗纱窗的方法，不用拆也不用卸，就能轻松将纱窗擦拭干净。喜欢的话可以试试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